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们坚信不疑的每天睡满8小时，日行10000步，甚至久坐等于吸烟这些健康金律，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呢？今天我们不谈那些网络上的养生偏方，我们来聊点硬核的。我们将跟随一位哈佛大学的顶尖教授，去破解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健康最大的几个谎言。这位教授名叫 Daniel Lieberman， 他是哈佛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家。他的研究方式与众不同，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数据，而是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，比如墨西哥的塔拉乌马拉部落，或者是非洲的乡野，去观察那些至今仍然像我们数万年前的祖先一样生活的人们。他研究的是人类的身体在最原始、最自然的状态下到底是如何运作的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将从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一件事开始，揭开第一个谎言。谎言1：你必须睡满8小时。我们从小就被告知，睡满8小时才是健康的绝对标准。但 Lieberman 教授的研究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那些生活在没有电灯、没有电视、没有手机干扰的自然环境中的人们，平均每晚只睡6到7个小时，并且他们从不午睡。这个天然的人类睡8小时的想法根本就不存在。更有趣的是，当我们审视现代医学的大数据时，会发现一条 U 型曲线。如果你将睡眠时长和心血管疾病或者死亡风险放在一起看，睡眠太少的人确实有麻烦。但是那个风险最低的曲线的谷底几乎永远指向7小时左右。数据显示，睡7小时的人甚至比睡8小时的人表现得更好。所以，你真的需要为没睡满8小时而焦虑吗？或许恰恰相反。谎言2：坐着等于吸烟。久坐是新型吸烟，这句话你一定听过。我们被告诫，每一次坐在椅子上都在缩短自己的寿命。但 Lieberman 教授的团队通过给猎人采集者佩戴传感器，得到了一个颠覆性的数据，他们每天坐着的时间和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懒人一样多。那么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关键不在于坐多久，而在于怎么做。我们是连续不断地坐着，平均一次坐40分钟。而猎人采集者们，他们的坐是间断性的，平均每10到15分钟，他们就会站起来一次。仅仅是偶尔站起来这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就像是启动了你身体的引擎。你的各种细胞机制被重新激活，血糖水平下降，无数基因被开启。所以，真正有害的不是做这个动作本身，而是一动不动的连续久坐。谎言3：日行10000步是黄金标准。我们所有的智能手环、运动 App 都在用各种勋章和提醒，敦促我们完成10000步的宏伟目标。但这个数字到底从何而来？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，它和科学没有半点关系。这个数字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东京奥运会前夕，仅仅是日本一家公司为了推广他们的计步器，在会议室里凭空想出来的营销口号。有趣的是，这个营销口号的效果出奇的好。但当我们回归科学数据时，会发现步数与健康效益的曲线大约在每天7000到8000步左右，就基本上趋于平缓了。超过这个数字，并没有显示出巨大的额外好处。所以10000步是个不错的目标，但它绝不是一个你必须达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数字。谎言4：跑步伤膝盖。别跑了，对你的膝盖不好。这句话我们甚至会从一些医生口中听到。这可能是关于运动流传最广的谣言之一。Lieberman 教授明确指出，跑步会增加膝关节炎风险的说法是绝对错误的。当然，如果你已经有关节炎，跑步会很痛苦。但如果你没有，跑步如果方式正确，反而可能对关节有轻微的保护作用。因为我们的关节就像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，受益于被使用。适度的身体活动实际上会促进软骨的修复机制。那么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跑步会受伤？很多时候，问题出在我们脚上的鞋子。现代跑鞋有着厚厚的带缓冲的鞋跟，它让我们能用走路的方式去跑步，也就是脚跟着地。但如果你脱掉鞋子，在坚硬的地面上跑，你会在几步之内下意识地变为用前脚掌着地，因为这样疼痛感更小。这才是人类演化出的最自然的跑步姿势，它能极大地减少对膝盖的冲击力。所以，受伤的根源往往不是跑步本身，而是我们被现代发明所误导的错误的跑步方式。谎言5：年纪大了就该少动。我们普遍认为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活动减少是正常的，甚至是一种颐养天年的标志。但这可能是所有谎言中最致命的一个。
Lieberman 教授的研究指出，人类是地球上除了虎鲸之外，唯一演化出了祖父母阶段的物种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演化的设定就是在停止生育后，还能健康活跃的生活数十年。在远古时代，祖父母们并不会退休去享受生活，他们依然是部落中重要的劳动者。他们在田间劳作、狩猎采集，为子女和孙辈提供食物，贡献自己的力量。而这种持续的身体活动，正是开启他们身体内部强大的自我修复和维护机制的钥匙。数据是惊人的。一项对哈佛校友长达数十年的追踪研究发现，相比于20-30岁时，运动对健康的益处，在60-70岁时变得更为巨大。在这个年龄段，保持运动的人，其死亡风险比不运动的人低了整整50%。所以，对于我们的长辈和未来的自己而言，运动不是更不重要，而是更为重要。谎言6：运动是为了减肥。让我们诚实一点，绝大多数人走进健身房的第一个目标，就是为了减掉肚子上的肥肉。但 Lieberman 教授提醒我们，从演化的角度看，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。在能量永远稀缺的远古时代，我们的祖先绝不会为了燃烧卡路里而进行任何非必要的身体活动。事实是，仅靠运动很难让你快速、大量的减重。一个芝士汉堡的热量可能需要你跑上15公里才能消耗掉。但是，这绝不意味着运动没有用。运动在体重控制中扮演着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，那就是防止体重增加，以及在节食减肥后防止体重反弹。无数研究证明，那些在减肥后能长期保持体重的人，几乎只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坚持运动。谎言7：我们天生就懒。我就是不喜欢运动，我天生就是个懒人。我们常常这样为自己开脱。但 Lieberman 教授想告诉我们，这并非你的错。在能量永远不够用的时代，节约能量是一种深刻在我们基因里的生存本能。当你面对楼梯和电梯时，你的身体下意识地选择电梯，这不是懒，而是你的基因在忠实地执行它数百万年来的原始指令，在非必要时尽一切可能保存能量。所以，我们不应该因为本能的想休息而感到羞愧。我们并非天生懒惰，而是天生就会在非必要时选择休息。那怎么办？Lieberman 教授给出了演化层面的答案。我们演化成为了在2种情况下进行身体活动，当它必要时，或者当它有回报时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无法让运动变得必要，但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有回报。而对于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来说，最好的回报就是社交。和一个朋友共同锻炼，加入一个运动小组，参加一场团队比赛，这才是克服我们懒惰天性的最强武器。揭穿了这么多谎言， Lieberman 教授的所有观点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最底层的，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谎言，那就是舒适一定对我们有益。我们选择了有完美支撑的鞋子，却让我们的脚部肌肉变得软弱无力。我们选择了安逸的退休生活，却加速了身体机能的全面衰退。我们演化的核心设定是用进废退。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安逸和舒适时，我们的身体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衰退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让我们重新审视身边的舒适。偶尔选择走楼梯而不是电梯，在周末约上朋友去爬山远足，而不是躺在沙发上。在生活中，主动的、有意识的去选择那些微小但有益的不是。这并非自虐，这是在唤醒我们身体里沉睡了数百万年的强大基因，是重新拿回我们健康主导权的唯一方式。